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精彩继续。马上要对战 PK 的两位是小块和徐志胜。咱们这一位我想死你们了啊！这一位老师呢，有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这个档期有问题啊。哦，志胜啊，志胜啊！咱们就请他的好朋友小块老师帮他做这个决定。哇，要逼志胜选，我帮他选，那我就选商业奇才。商业奇才是哪位？上一期的谁？韦大爷。商业奇才是我。就是他自己。你看人家这哥们兄弟，这哥们兄弟关系这。为什么这么选？为什么这么选？就惩罚一下他没有来是吧？对对对。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挣钱呀。这个人生啊，是需要一些热血的故事，他不管能不能成，但是你要有这个劲儿。还给他们说咱俩那个赌约吗？赌约5%的股份。我俩谁赢了谁绕渡5%的股份。对，刚才我说了，这是双赢的局面，赢的人多拿点，输的人尽快脱手，对不对？对，双赢的局面。对，这我都不会吃亏的。确实，我跟好多人打赌了，就是我今年要拿冠军的话，校门就是我的了。志胜也会把他全部资源给我。我后来想用他推嘛，这小子这时候还跟我玩心眼子。脱口秀的格局和版图将重新洗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吧。热闹起来。首先要上场的这位呢，就是知名的拆二代啊。大家也知道，这几年他和志胜，合作再创业，最终创造了一段有趣的商业笑话。掌声欢迎开花俱乐部的主理人小块儿。大家好，我是小块啊。去年开了个俱乐部，开花脱口秀，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什么？主理人。资本家啊！现在每个月都能盈利，负12万。很快我就会成为资本家里的少数群体。怎么讲？无产资本家啊！其实一开始没想到会赔这么多钱，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有个合伙人叫徐志胜嘛。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以他的名气加上我的能力。这不是笑点，你们怎么可能赔钱呢？后来徐志胜也非常意外，说：“哥，没想到你的能力还超过了我的名气啊！”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赔钱，因为每场演出我们都能有200多个观众，在一个1200人的剧场里啊。那演员在后台看了一眼观众席，说：“哥，这演出一看就是你办的，因为观众啊都坐得一小块一小块的。”说不行，你改个名吧。我说那就改名叫大块。第2场演出他妈空了一大块。后来我转变思路，换了一个200人的剧场。哎，这回好了，能卖40张票了。徐志胜还问我票卖的怎么样，我说售票比例是有所提升的。他说那能赚钱了吧？我说这看你怎么算，这个月赔了10万，但是上个月赔了12万，理论上是赚了2万的。他说还能这么算？我还得给他解释，就是赚钱呀和速度一样，它都是相对的。他说可是你赔钱的速度是绝对的快啊。我说小块啊。我也问过很多朋友，我们俱乐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有的说我不会宣传，有的说我不会运营，有的说你们这些拆二代就不该创业。终于有一个人说徐志胜也有问题。我说你给我展开讲讲啊。他说徐志胜不会找合伙人。
你就一个人说我有问题，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这么多人说我有问题，那一定是他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他们也没当过老板啊。我其实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老板一样，实行一些真正有效赚钱的方法，加班、降薪、裁员，分分钟就能见效。为什么我不这么办呢？爷们儿要脸。咱是一北京孩子，干什么得对得起自己啊。所以后来我请教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长沙校门的韦大爷。我跟他说，我想赚钱，还想要脸，怎么办？他说你放心。第二天他特意从长沙飞到了深圳，给我带着解决方案啊。从岳麓山给我请了一只貔貅。我当时心里非常复杂，你说他不靠谱吧？人大老远从长沙把这个20多斤的貔貅背过来，交到我的手上。你说他靠谱吧？办公室摆那个财神，心里怎么想？啊？哦，赖我是吗？赖我。我跟伟大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不就是空降了一个相同岗位的员工吗？他说这叫引入竞争机制，刺激团队潜力。我说怪不得他能赚钱呢，用科学管理神学呀。当时还觉得非常有道理啊，赶紧就买了金蝉、招财猫和发财树，全都摆在我那办公桌上。我们办公室现在每天神仙打架呀，弄得我都没有地儿办公了，只能在过道办公。我们同事从那儿一过，哟，还是个霸道总裁啊。后来一个深圳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翻身搞这些封建迷信没用，你得拿着你的营业执照、公章和身份证去深圳地铁5号线有一个翻身站啊，你到那儿下车就能翻身了。我说封建迷信没用，得搞基建迷信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劲啊，因为你们想一下啊，我就算到那儿下车以后真的翻身了，回来我得去对面坐车，那不又翻回来了吗？我大老远跑那儿玩鬼打墙去了啊！哥们儿说，你自从赔钱以后啊，格局变得小多了，你打车回来不就完了吗？那个月又多赔了100多块钱车钱啊，但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在那儿一下车就看见徐志胜和呼兰的广告，问我需不需要资金周转啊。这不是问对人了吗？啊，我一看就知道，还能周转，还能周转啊。其实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俱乐部开了这么失败，就是这个社会啊，对成功的评判标准过于单一了，掩盖了很多人性的光辉啊。我跟你们讲，我也就是看今天大家也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我真诚的跟你们分享出来，就这个创业呀，你不要只拿投资的角度去看待，你拿消费的角度去看待，就知道我有多么的耀眼了啊！去年1年，我消费了8份5险1金，请了109位演员，做了209场演出，请客吃饭365桌，飞机高铁396趟，酒店住宿406晚，才花了100多万，我带动了5个行业呀！这哪是赔钱啊？这不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了一个微观的调控吗？啊！而且咱们说实话，100多万，有钱人也就是买一辆跑车，对不对？取悦一下自己。我买的可是一辆拉动国民经济的马车呀！啊！好，靠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这只有形的手吗？多少个演出结束的夜里，我坐在剧场，想到自己的大局观，就开一瓶国民白酒老村长庆祝一下。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让生活更开心。咱一个北京孩子，首先得对得起自己。我开心了，马车上的你们就更开心了。而且我也知道啊，说实话，要说赚钱，我在脱口秀这个圈里真的排不上号。但是你要说花钱，他们加一块儿也赶不上我呀。
我跟你们讲，好多脱口秀演员现在还在努力赚钱，想买房成立一个小家。我已经把房卖了去建设国家了啊！而且我也知道，这个社会上其实对我们这种拆二代创业有很深的刻板印象，觉得我们眼高手低，人傻钱多，说我们不劳而获的财富都会通过努力付诸东流。我跟你们讲，狭隘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社会上，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多创业，这个钱它才能流动到各行各业，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你知道吗？有点被我的格局吓到了啊！别人是白手起家，我们属于起家就白手，你知道吗？而且记住啊，千万不要鼓吹那些精英创业，什么清华、北大、哥伦比亚的啊，那帮人创业对咱们有什么好啊？你们仔细想想，什么 PUA、996、自愿加班、降本增效，不全是这帮人研究出来的吗？我是不可能研究出来这些东西的，因为我当年高考就是被末位淘汰的啊。怎么说呢？就哥们儿淋过雨啊。我跟你讲，普通人你是算计不过这帮精英的。这个时候，你再看看我啊，一番运筹帷幄，徐志胜去开花演出，480的票，180我全给卖完了，自己都没有发现啊，还是观众给我发私信我才知道的。快哥大气，徐志胜来还打3折啊！我说也不是我大气，感谢国家吧，我提前享受了100万补贴啊。所以说记住了啊，以后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碰见我们这种拆二代创业，千万不要挖苦讽刺，就是鼓励支持。没事就应该给送一面锦旗，锦旗上面就是4个大字：利国利民。可以鼓掌，可以鼓掌啊！我跟你们讲，我这篇稿子有多好笑，我真的不敢说啊，但是我就敢说，这是你们今天看的所有稿子里面含金量最高的一篇稿子啊！我仔细算了一下，一个字儿是500，我最后呢再讲4000块钱的，谢谢大家，我是小快。小快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怎么想着又回来说了？这不是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身入局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对。然后也是因为上一季徐志胜在这个舞台说了你们合作的事儿，哎，我这一季也有一个想达成的事，就是他说的很多事儿吧，怎么样呢？他加工的有点太过了，他这属于深加工的脱口秀了，你知道吗？您这是澄清脱口秀啊？对，我这是原汁原味啊，原汁原味啊。这个红门太不要脸了！哎，想过在悉尼开这些店吗？我前一阵去悉尼演了一回，那个售票情况，我感觉就不太能开。还行啊，然后悉尼可能发财，恭喜你发财。然后就为了我，没想到居然有人捧我这破包包，谢谢小花，谢谢，终于有人捧我包包，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我觉得这是他最有意思也表现非常好的一次，就是的确是有特别那种感触很深的生活经验之后，他就能够历练出特别好的段子。但是我会有一些意见，我其实很赞同在某一个场合可以讲这个场合的内部梗，但次数有点多的话，我就可以稍微删减一下，因为你有删减的量。我认为你在最后结束前差不多在30秒或者1分钟之前能够结束的话，就是在一个特别高光的时刻，后面却有一点点抻了，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抻。非常中肯，非常中肯，感谢您，感谢您。
我觉得作品的角度非常好看，然后表演的也怎么说呢，真的很放松，然后整个感觉是很愉悦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操心业务太多吧，作品上可能投入的也不够，所以整体就是一个挺好玩，然后也止于挺好玩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您知道，发展到这一步，我现在送给小块的祝福都不是祝他能够顺利晋级，祝开花俱乐部2025年扭亏为盈。好，谢谢，再次感谢小块的表演。马上要和小块 PK 的这位朋友，今年大家看到了他的演技哈，一个行侠仗义、漏洞百出的一个很抽象的大侠。掌声欢迎徐志胜。快乐的小明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胜。先聊聊小块儿，太不要脸了。还在那儿，我买了一辆拉动经济的马车，那谁在当马呢？还在那儿，他一个字500，我才明白我在里边占了个250呀。哎呀，雪上加霜的就是今年又被演艺圈给退回来了，本来还想着拿金鸡奖呢，结果就拿了个脱口秀继续奖。真的，我现在回来讲脱口秀，就特别有一种你上着大学，被人喊回来说来高考，知道吗？真的就本来就不咋会了，再看到同学就都绝望了，因为全是复读生呀。去年的状元又来了。但讲脱口秀还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它特别让我有配得感。否则我现在很难接受自己已经是森马的男装品牌代言人了。就你知道，我跟时尚真的没什么关系，我穿什么衣服主要就靠闻一下，没味儿穿。有时候穿衣风格大胆一点，有点味儿也可以穿。我管我的这种穿衣风格叫小香风。就时尚，你别说穿了，现在听都听不懂了。怎么现在时尚又多出来这么多种颜色？什么多巴胺，什么马卡龙，什么美拉德，这都啥呀？以前多好，以前颜色就7种，就7种，我都有2种认不出来。而且这个美拉德，谁能想到是一种颜色？我一开始听到，我以为是国际形势了。我说美国又拉着德国干什么了？但时尚有时候也太大胆了，太大胆了。有一次我去拍一个杂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身西服，没给我准备衬衣，他们让我真空上阵啊！我当时我都急了。我说这种衣服是给人家那些双开门准备的，我这个防盗门你展示啥呀？对吧？人家其他人穿的衣服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线条，我的线全连成面了，我穿上展示我的面条。但是真的，他们很鼓励我说，时尚就要突破，就要大胆。我进去把衣服换出来，我发现我是突破了，时尚没防住我，但我确实把真空的效果穿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窒息了，就服装师都开始跟我道歉了，说志胜老师真不好意思，实在没想到穿出来会是这个效果。本来这个衣服是风度翩翩，但偏偏是你。你知道当时他们跟我说是一种什么效果吗？
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受到了骚扰。所以大家知道，当初品牌来找我的时候，我有多珍惜这个机会。我没事就在家里练他们的 slogan。我说穿什么都是什么。我在那还用我山东话在那穿什么都是什么。当时是让我代言一个羽绒服。刚开始他们跟我说希望能用我的内在去展示这个羽绒服的内在。我说这咋展示呀？去了之后发现很简单，直接让我扮演了一个羽绒，就把我全身上下都贴上那种羽毛，然后就露一个脸，你知道吗？我当时看着自己毛茸茸的自己，我说我这是代言了个毛呀。那么当时那个照片贴的满大街都是呀。真的，就虽然只有一个羽绒的照片，但大家看一眼就知道我在给啥做宣传。因为谁看到那个照片都会说句：“这羽绒服了。”而且他们只挂我的照片也就算了，他们还请了张新成和陈都灵。就是你可以请3个代言人，但你能不能不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如果真的要把我们挂在一起，你能不能让我穿上你们品牌的衣服？但后来他们让我穿上了那个衣服，把我做成了人形立牌放在了店门口，也很尴尬。因为其他人的人形立牌放在门口，你认识不认识大概就知道他应该是代言人。就我的人形立牌放在那个门口，不认识的人就会很奇怪，把他的照片放这里干什么？他偷店里衣服了啊？所以我最后我就想说，其实穿衣服也好，时尚也好，大家就开心就好了，开心就好了。现在大家也不用着急去追时尚赶潮流了，因为时尚的后腿已经被我拖住了。所以大家现在穿什么都是时尚，谢谢大家。制胜的锁票倒计时。来，掌声再次送给制胜。制胜这次回来和上一季相比，压力状态有变化吗？小多了。我这次可开心了，无论是准备稿子呀、去看放麦，还是在这里演，都非常享受和开心。然后因为去年自己给了自己很多杂念，今年就是纯粹的来讲脱口秀，开心玩。制胜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脱口秀演员之一，这毫无疑问。放到整个娱乐圈也是。然后我特别佩服他，就是以他今天走红的程度，其实完全可以坐在这里。哎，那没有。因为我们4个也不是专业脱口秀演员，从这意义上，无论是他的职业经验还是走红的程度，坐在这儿完全没问题。必须的，完全可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还能回到这儿跟选手们一起完全参加从第1场开始的这么一个整季的比赛，这个请接受我大大的一个敬意啊！没有，非常感动。这件事儿对中国脱口秀的贡献不输于你们俩通过赔钱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贡献，所以我是特别喜欢制胜。但是，去年的时候他压力很大，因为你记得你表现欠佳的时候，我在这儿说了一些，对，怀疑你没有认真创作，因为你忙。但是别人告诉我，其实你还是像打比赛一样非常认真在准备，甚至很焦虑，甚至头发掉的更多了之类的。今年你说你回来就是玩，然后就是想高高兴兴放下心理包袱，就开开心心的从第1场开始比到哪轮算哪轮，这种心态我特别喜欢，为你感到高兴。对。但是你确实不可能像他们全职做脱口秀演员这样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创作，这个我100%理解。所以我没排灯，我相信你也是理解的。我能理解。对，因为我们今天我觉得你这个表现和给大家带来的快乐，3灯完全没有问题。谢谢罗老师。我是见过制胜特别崩溃、特别焦虑的那个样子啊，在不同的阶段，所以我能够知道他这次回来就那个轻松是能够看出来的。然后我有一个疑问哈，
你穿西装真空的那个照片在哪可以看到？哇，就已经都被我销毁了。摄影师没拍，因为穿出来之后，大家就是赶紧再穿上。我特别喜欢智胜，是因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被名和利改变的一个人，这点我觉得特别难得，因为我见过太多了。是啊，谢谢鲁豫老师。刚才智胜说他那个代言各种东西，我每回来上海，大家知道那个廊桥里头一出来就有那个资金周转的那个，我也是这次看到了，一进来就感觉有一种特别亲切，就是感觉到上海的诱惑呀。左边是呼兰说哟，到智胜那哇，是因为智胜乐得特开，你知道吧？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替智胜，就是即使你好像就是说因为有在各种地儿，然后发光发热，其实脱口秀一直是我觉得你能代表很多脱口秀的这个意思。对。智胜今天的段子挺好笑的，尤其是上一次我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主持人这么不好笑吗？我其实能感受他在那个台上其实没有那么自如和从容，而且他其实是还蛮紧张的，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回到主场，然后对，非常有这个光芒。对，宝贵的松弛感。来，再次感谢智胜给我们带来的表演，谢谢。小块，请回到舞台。票团给出来的30-30，小块和徐志胜得到的票数是徐志胜249票，小块220票。我在补贴开花，我这是。首先祝贺徐志胜进入到晋级区，谢谢。小块需要在等待区继续等待，他们的恩怨可能并没有结束，希望在以后的舞台上能够继续听到他们更多恩怨的故事。穿三码都是三码，进不来，进了。观众已经给了最公正的评价了。本来以为是一场精彩的对决，没想我们俩之前想的是得有一个噔噔噔出现，我俩想的是观众就已经疯了，观众在那挽留，对，双晋级，结果是双淘汰。对。马上要 PK 的这组选手，山河王子涵。哇，山河。首先要出场的大家都很熟悉了，上一期节目唯一进入到决赛的女选手，她说她很着急，也不知道她这次到底为何而急。掌声欢迎山河。大家好，我是山河，你们好吗？哎呀，好想你们，想我了，感谢你们啊！其实距离去年录完节目到现在半年多了，感觉半年多写不出来段子了。因为脱口秀写段子啊，一般讲究一个负面情绪，没有负面情绪了，我现在，因为我去年成绩太好了，你们还记得吗？我是第7名。什么概念？第8名何广智，第6名徐志胜，插足广岛之恋的女人。现在不是山河了，楚河啊。而且现在都有粉丝了，我也没想到，以前我以为粉丝嘛，就是喜欢这个演员，喜欢我，不是的，朋友们，粉丝不是喜欢我，拥护我。老霸道了，天天给我发私信说山河，我现在绝不允许任何人忤逆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呵斥你、教育你、贬低你。我说啊，我爸妈终于有人管了吗？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经常吐槽我爸妈。去年也在节目上讲了，我爸打压式教育，老觉得我不够优秀，相当于我的黑粉。真的，我录节目之前啊，我爸一直不支持我做全职脱口秀。
只要我们这行业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爸就给我发来一张热搜截图，一句话都不说。后来我把我进决赛的视频发给他，我也一句话都不说。但我知道我们俩想说的是同样一句话 ，Kids 说话。去年确实成绩好，然后就很荣幸接到很多俱乐部的邀约，去全国各地演一演。我觉得出去演真的蛮好的，很长见识。我就发现啊，很多大城市公共卫生间越来越不一样了，真的，坐便好像越来越多了。但我说实话，干净的坐便太少了。有时候遇到脏脏的坐便，真的难以下吞。而且尤其是有些咖啡厅、酒吧，还有餐厅包间，男女共用一个卫生间，只给我一个马桶。就前面大哥上完，我一进去，你打开门那一瞬间啊，跟我高中打开数学书的想法一模一样。老娘不上了，太脏了，我纳闷了，这怎么马桶上到处都是啊？怎么弄的呀？哦，建的呀。但是网上好像一直在试图消除我们这种焦虑，说其实定期消毒的公共卫生间的马桶要比家里的马桶还要干净，比蹲便更干净啊！是我信，但我不敢赌。那万一不是定期消毒，是活期的呢？而且家里的马桶总不会有人蹲在上面上厕所吧？外面有人会啊，把坐便当蹲便使，这样坐便不就更脏了吗？那我觉得还是蹲便更干净，除非你把蹲便当坐便使啊。哎，我真的问过我身边很多朋友们，我说那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们说他们也不做啊，他们有固定的姿势，扎马步，方便不敢坐下，坐下不太方便。但是家人们，我扎马步太难了，我也胖我也矮，我扎好马步，我的屁股就跟马桶相切了。没办法，只能微蹲，没臀硬翘。实在没办法怎么办？我会撑着那个门把手借力，侧面看为我要跳水，还要注意压水花。容易飞溅。有时候真的撑不住了，一低头看见门上贴着什么“如果您遇到紧急情况，请尽快联系我”，好想联系他们。我打电话说啥呀？我说快来个人撑一下我的嘎吱窝，撑不住了，快点。有的卫生间会稍微高级一点，人性化一点，他会准备那种一次性马桶垫纸，都用过那个对吧？那张薄薄的纸，我也不嫌丢人，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张纸到底该怎么用。磨砂那面朝上还是光滑那面朝上？哪边朝里哪边朝外？中间那一块应该先撕开还是靠重力、地心引力什么的，是吧？你有时候刚铺好，一转身掉下去了；刚铺好，自动冲水吸进去了，裤子都脱了。在厕所里张元英转圈3次。好不容易坐下了，那张纸跟定我了，太粘人了。但更多的情况其实就是它没有那种一次性坐垫纸，我只能扯很多的卫生纸铺在马桶上，好浪费啊！我一个艺人，我没想到在厕所里说出那句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我那天遇到一个卫生间，虽然很高级，但也挺奇怪的，它都不叫卫生间，它叫智慧卫生间，老智慧了。它门口会有一个电视，屏幕上会实时监测这个卫生间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什么都有，没有纸。25个坑位，我进去大家还在排队，大家都在排那2个蹲便。我当时呢很着急，打开一个坐便是脏的，打开一个还是脏的。我打开到第4个的时候，我感觉队伍里面给我一种眼神，收手吧赌徒，你走的都是我们来时的路。出去一看，空气质量下降了，可能是我脏话太多了吧。其实我不是想搞什么蹲坐对立啊，就是有的蹲便也很不方便，也很不干净，但是网上蹲坐对立还挺严重的，说我们这种不习惯公共卫生间坐便的人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啊，说国外都是坐便，人类文明的尽头就是坐便。我觉得人类文明的尽头应该是文明吧。呼吁是没有用的，就应该制约制裁他们，
我想了一个办法，不要搞什么智慧卫生间了，检测那些东西没有用，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就搞智慧马桶圈。它可以自动检测马桶圈的细菌数量，那个装置直接和卫生间的门锁串联，谁都可以进，用完检测干净才可以出。以后上卫生间就和留学一样，宽进严出。情节严重者直接关联征信，马桶老赖全国联网。以后马桶老赖只能去旱厕。谢谢大家，我是山河，谢谢你们。各位来为山河最后投票。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先听听罗老师的。我特别喜欢山河。今年我有一点遗憾，怎么讲呢？就感觉整体上就是比较平的讲了跟那个公共厕所相关的这些尴尬有趣的事情，然后就感觉还差一点东西吧，所以就有一点遗憾。好，然后我再问一个跑题的吧，如果公厕有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些困境，就你有用过那种高浓度的酒精湿巾吗？那个应该是我有过，就是我当时好像第一次有这个情绪的时候，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下面就会有很多人说，那你去买那个坐垫纸啊什么。我后来也买过，但是我这个人出门确实也不喜欢背包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我去做这个消费？它不应该是我们自己去带这些东西的，不应该是我们来消费。是的，是，厉害！因为本身我就真的很喜欢山河，山河你好，又见面了 ，Hello， 好想你，好开心，好开心。而且今天聊的这个洗手间这个话题吧，我这个共感太多了。我就是吃火锅、辣火锅，然后一堆人在那排队嘛，然后闹肚子，然后旁边人问说这排的什么队？我说啦啦队，哈哈。太破了，特别赶巧。他肯定是看见我进那个厕所了，然后敲门说大张伟吧，然后后来我说您那个，我说现在不方便，您等一会儿。他说好嘞，他就在我门口这么蹲着，这么等着我，然后从底下还塞东西让我签名。我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就是因为他开始讲的就是啊，我过去这一年我赢了比赛以后，我开始人生有了一些转变，我就特想听那个转变，但最后我拍灯为什么？比赛不就是在比此刻你能看到我演员的这个我的技术是否过硬，我现场的节奏是否，他非常的能力太强了，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他讲的如此之有趣儿啊。其实我一开始我会觉得想听又不敢听，他的确太过鲜活，鲜活这个词儿，我能够有画面感，而且山河它本身的这种亲和力，让这一切本来听起来没有那么愉悦的一个话题，大家就是笑不可支，所以我最后是拍灯了。好嘞，再次强调，请公共卫生间的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调研。也谢谢山河把这个问题通过脱口秀的方式带了出来，再次掌声送给山河。谢谢大家。下面一位选手大家也熟悉，他的段子特别值得琢磨，他的整个的表演内容都很想让人细细品。掌声有请王子涵。大家好，我是王子涵。我之前去录过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刚刚上线，我就收到一个微博私信，就是一个观众发来的。他说：“子涵，你别听评论区的那些人瞎说，这种声音对我真的很重要。他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评论区有人骂我。但他说了，我肯定得去看一下。我看那个评论区实在太生气了，我就想自己去兑现。我朋友就劝我，他说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有一天好好的上着网，跟别人讨论一部电影，你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对方突然就口吐信号，你正要还嘴，你朋友劝你算了算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你这口气就憋住了。你为了想开点，你也只能劝自己说，对啊，没有关系的，狗虽然咬掉我一块肉，但我也新长了一个结节呀。你看我这日子过的，节节攀升。我不能再长结节了，
我想当狗。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说了一下当狗这个想法，他一开始吓了一跳，听了一会儿才说：“哦，你是想当这个狗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分析，他说：“你所谓的当狗，其实就是想向外界释放你的攻击性。你可以从这个咨询室里面先开始练习，因为这个房间是完全安全的。我是你的心理咨询师，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会完全接纳你。”所以那次我没给钱。我现在获得了这个当狗的能力之后呢，我也不会经常使用它。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遇人则人，遇狗则狗。我只能承诺我不率先当狗。但如果有人跟我说狗咬你一口，你不能咬狗一口，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狗？前2天我的咨询师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你找回攻击性的这个案例非常有意义，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分享给其他的来访者？我说当然可以了。他说你放心，我会对你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那他们怎么能知道是哪位脱口秀演员的心理这么健康呀？为了防止我的咨询师替我进行不必要的保密，我决定自己走上这个舞台，把这个故事讲给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叫王子涵，是一只边牧。谢谢大家。哎，子涵，你会想过，就是说为了舞台效果要多一些，就是表演上的，或者是用词上的一些语气上，因为真的有点平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我今年也刚好做编剧嘛，就是我感觉我的那种喜剧技术主要放在编剧工作里面啊。然后我自己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哪怕是国外的脱口秀演员，他也是比较平或者比较难进入的一种风格。所以我自己会把这个审美比较自私的保留在我的表演里面。好的，我们也请山河回到台中，来看一下山河和王子涵的票数。哇，山河246，恭喜山河进入晋级区。王子涵要进入待定区。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成长，它更多的是对我人格上的成长。就我觉得这个舞台真的把我养得很好的感觉，我自信了，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我不再是那个憋屈的女孩，我不再是那个怂怂的那种不会发脾气的女孩，我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这对我整个人生和人格是巨大的成长，让我很感谢这个舞台。下一组 PK 的2位选手是Harry 和秋月。加油加油加油 ！Harry 大家应该很熟悉，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大家看到 Harry 谈肤色、谈种族、谈文化差异，但是 Harry 在当时的弹幕里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他比段子还硬的是他浑身的肌肉。掌声欢迎 Harry！大家好，我是 Harry。谢谢。因为我上完节目之后啊，好多人记得我，但是他们不记得我的名字。每次他们见会跟我说：“哎，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老外？”朋友们，我是讲脱口秀，我也是个老外，但是你不能说我是那个。然后节目播出之后啊，好多人说我长得很 man， 但是我不是那种刻板印象里的那种 manly man， 我有容貌焦虑，我也怕衰老，我不是那种传统老外崇尚自然美，我呀是一个被东亚女性教育熏陶过的老外。为了变好看，我也会做医美，大肉肚啊、热玛吉啊、超声炮我都做。对，哎，感觉又没有人信啊，这钱白花了是吧？哎呀，真是！然后每次去做的时候，前台都会跟我说：“哎，你好哥，健身房是在旁边啊。”我知道，因为男子气概，好多男的不想承认他们做医美。我第一次做完，我还去找了一下 Rock， 然后他跟我说：“Harry，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实在没法骗他。
因为我是看他那张脸呀，哪儿像个普通 rock， 已经变成卡斯特地貌啊。然后现在他还有好多男人因为我都爱上了医美，说明我现在是一步一步拯救脱口秀的脸。我喜欢给人看我的身材，别看我现在穿这个，我北方大冬天我也穿紧身 T 恤，别人一看大冬天穿这么少，他们一头雾水的。我跟他们说，你别一头，你要不要看看我的2头和3头吧？我就感觉我上这舞台不一定是为了让你们笑，我就图你们发个 report， 写一下 Harry 的身材真棒。我当时健身想法很简单，实话说，我就是为了吸引了异性，练着练着吸引了同性。真的，男人动不动就会摸我，先摸我胳膊，然后慢慢就摸到我胸，问都不问，从来不觉得需要问，我都没有机会说 no means no。其实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你要是爱美，那你自己去锻炼，控制自己手，别随便摸别人。还是我老家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美好的东西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谢谢大家，我讲这，谢谢。掌声再次送给 Harry。下一位选手，闪亮新人，而且这一位新人身上带有的标签，这真的是速度与激情。掌声欢迎秋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是秋月啊，我是秋月，我来自东北，对，我是一名滑雪教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来到这儿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都说这个工作挺酷的，我干上才知道是挺酷的，一年能休上3个季度。真的不光休的时间长，还特别的危险。我们去年有个滑雪教练就滑成脑震荡。滑雪教练经过1年多的休养，然后我见到他问他，我说你当时咋滑的？他说我到现在没想起来呢。特别危险，特别危险啊！我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次滑雪一定要找个教练。其实我第一次滑雪是被一个朋友带上去的，带上高级道。当时他说带我速成。我一上去一看，可不速成吗？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就一步登天了。但你知道，如果你是作为初学者上高级道，你千万不要乱动呢，你知道吗？我提醒大家不要乱动。我第一次我害怕，我就边动边想我要回家了。当时我板子接收到的信号是我要出发了，一路冲下去50-60米，没有1米是我自愿的。有人不知道怎么停下了，我手里只有2个雪杖，我就在身后拼命的扎，拼命的扎，越扎越快，会滑的都没追上我。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我怎么停下了，我撞人吧。撞人能让我停下来，但前面不是小孩就是女孩子啊，以我身高体重撞他们就还是不行。但是我又没有能力绕过他们，精准的击中一个男孩子，我有谁就得撞谁。我前面就一个小朋友啊，我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给他抱起来了，更快了。这人当时就会丧失什么理智啊、道德，顺手给撇了。孩子高兴坏了。再来！真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滑双板，你会跟我面临一样情况，就是你的2条腿啊会越滑越宽，越滑越宽。就你们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大腿内收肌群完全没有力量的感觉？滑出去收不回来了，再滑就劈叉了。我
我都很难想象到时候救援队怎么来救我。担架往地下一放，看看我，这横竖放不下呀，这人。但是真的高级道还是让我想简单了，我以为倒下就结束了，没有啊，高级道只是让我换了另一种方式在滑行。就在滚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头贴地能够减点速，结果我一路头沙点地下去了，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朋友说走啊，去趟卫生间，我说没有了，用不着了。但是我庆幸自己有个头盔，头盔是很保命的东西，朋友们，非常保命，一定要记着戴头盔。但是我管朋友借的，他特别喜欢那个头盔的牌子，结果我一路头沙点地把 logo 磨没了。还他的时候他特别生气，头盔圆的 logo 这么大，你就不能换个方向磨吗？我说有那控制力，我不站起来了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叫我雪场第一女魔头。挺危险，挺危险，挺危险，真的。其实滑雪在2013年就被国家列为高危的体育项目了。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雪场突然出了一条政策，这政策是这样说：他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当时发到群里，我就在想，太着急了。你能明白养老压力确实太大了。但你不能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就直接消灭问题。是吧？免费不要钱，乍一听是个好事儿，你总感觉他要点什么别的东西。我不知道哪个老人会去，我问过我姥姥，我给我姥姥打电话，我说我们这有个福利，我姥说发鸡蛋吗？我说不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滑雪免费了。我说姥你怎么看？我姥说让你姥爷去吧。真的不太知道哪种老人会去，我想也只有那种就是你至少身体强健点儿，哎，你在公园里能够看到那种能够把头挂在单杠上。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够去啊，还有那种就是偷偷给自己的老伴儿报上名了。一早上，老太太会用一声从未有过的温柔唤醒自己的老头儿：“大郎啊，大郎啊，起来滑雪去了。”我本身到了65周岁，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是不可能在那个年龄能把防滑鞋穿上了。我突然脱了整双雪鞋，真的拐杖都拄上了，我不要了，整双雪杖。雪杖那玩意儿干啥？我太清楚了，越点越快。我拿着雪杖给自己雪杖了。就是老人最怕什么？老人在冬天其实特别怕冷，他还怕滑，还怕摔，一个雪场全给占全了。但是这个政策可能就是在提醒大家啊，就是你要喜欢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去学都不晚，是吧？但是65岁学滑雪真的不晚吗？哎，如果真的去了，你仔细想想，好像还有点早了。我本身是个滑雪教练，我是绝对不会教65周岁以上老人滑雪的，因为我根本受不了，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受不了我的学员呢，一天比一天见少。昨天教5个，今天剩2了，挣点钱不够随礼的呢。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秋月，谢谢大家。秋月的投票倒计时开始。再次感谢秋月。秋月说脱口秀有多久？也差不多3年啊，2年半左右时间。夏天会讲脱口秀，冬天那1个季度去滑雪。哦，攒一冬天段子，哇，就是下天讲。对对对，
我觉得他以这个段作为开场特别好，因为你第一次露面必须要人知道你是谁。让别人知道你是谁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我的性格是怎样，我所谓在舞台上的人设是怎样的，我来自什么地方，我的特色是什么。刚才全部都做到了，还有他的表达，我觉得非常好的缝在其中。好的，谢谢。他所有精彩的部分其实是从那个提到65岁那个开始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行业的选手特别擅长找到一个切入点以后，在这个上不断的叠加5番、6番、7番，一直翻上去。所以我会感觉有点惋惜，先强调你是滑雪教练这个身份，然后就讲65岁那个事，然后比现在的这个作品在这个话题上再叠2到3番，我觉得是个完美的作品。确实是，对于我来说，滑雪是有门槛的，因为我可能就滑过1次，也就是最后1次了。对，就基本告别了，而且我根本没有上过那个高级道。我就是在一个平地有一点点坡度的时候，我前面如果有很多人的话，我会很恐慌，我会很紧张，然后我会让别人我会大喊，我在那大喊我是玉帅，玉米们，我来了！再次感谢秋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请 Harry 回到台上。好，我们来看一下2位的得票情况。秋月242票，Harry 125票，恭喜秋月晋级区。Harry 要在待定区。各位，我们上半场表演都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所有的脱口秀演员的精彩表现，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的支持。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超多的演出等您来看。第1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开始，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相信下半场一定会更精彩。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1赛段青青交手赛。本赛段共有42个晋级名额，目前已经完成了22组的1v1 PK， 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一阶段的比赛。我觉得太怪了，怎么想出来的？我会有这个好奇。从作品角度来讲，其实写的是很精巧的，我听得非常开心，全程都很开心。他一出来，你立刻完全就醒了，他完全每次都是炸场的。冠军！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理，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的脱口秀，每周1 12点更新，加更版周2 12点更新，加更衍生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立立成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劈头有概念。哎，我反弹。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
我偏不看，给包鲜艳。